好，来关注美国大选。在放话称哈里斯比拜登更容易击败后，特朗普很快被民调支持率打脸。年龄这个回旋镖在击倒拜登之后，终于又打到了特朗普自己身上。拜登退选后，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太老了。数据还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选民积极展现对哈里斯的好感。 A new group of battleground state polls showing just how tight the race is. Trump and Harris tied in Michigan and Pennsylvania. Trump inside the margin of error with a 1-point lead in Wisconsin, and Harris leading Trump in Minnesota by 6 points. 近期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和哈里斯在美国选民中的支持率不相上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这份民调显示，哈里斯在明尼苏达州领先高达6%，而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携竞选搭档万斯偏偏选择前往明尼苏达拉票。 Donald Trump and Advance Vance is going to change America. 在长达1个半小时演讲中，特朗普对拜登政府及哈里斯进行猛攻。So now we have a new candidate to defeat the most incompetent, unpopular, and far-left vice president in American history, probably the most far-left person in American history. 大批未能进入会场的特朗普支持者聚集在场外。 It's not really even about Trump. It's about America. And you know what? I have friend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isle. That's fine. God bless. But I'm here today because I do support what he's doing. I want him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ce again. 事实上，明尼苏达州被认为是民主党的票仓。该州在过去52年里从未落入共和党手中。就在特朗普阵营造势的同一天，该州的民主党人也进行集会，呼吁选民投给哈里斯。 He's here today. He lost in 16. He lost in 20. He loses in 24.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也被认为是哈里斯的潜在副手的人选之一。 She will make her choice on what's best for the country, and that's where we're at. 自哈里斯接棒以来，民主党的选情明显改变，越来越多少数族裔选民和年轻选民开始展现对哈里斯的好感。数据显示，哈里斯成功吸引了一大批 Z 世代踊跃支持。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经有17个美国青年组织表态支持哈里斯，不少年轻人新登记为民主党选民。有专家形容这是近年少见。And ours is a fight for the future, and it is a fight for freedom.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也反映出民众已经对拜登与特朗普这2位老人家的对决感到厌倦。据了解，美国历史上只有12位总统在就职时年龄在60岁或以上，而在任期开始时年龄超过70岁的总统只有拜登与特朗普。近年来，国会议员的高龄化也引发了类似的担忧，许多选民渴望华盛顿出现一个能取代老人政治的新局面。美国著名杂志《纽约》更是借健康专题将拜登和特朗普扒光衣服同框登上封面，暗讽美国政局环境的动荡，人心观念两极分化的非健康的状态。拜登的退选让78岁的特朗普成为有史以来赢得党内提名的最年长候选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年龄问题曾是民主党人极力淡化的软肋，如今却成了趁手的武器，正试图对共和党对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在拜登宣布支持哈里斯几个小时后，重要民主党组织占领民主党开始抨击特朗普的年龄问题。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特朗普已经78岁了，认知能力严重下降，他应该立即停止竞选活动。在这种氛围下，哈里斯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度急升。日前，哈里斯为一个 Z 世代的活动录制视频，指他们才是这次选举的关键。And we know your vote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It must be earned.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we will do. 另有消息指，拜登将于下周公布最高法院重大改革提案，将包括限制大法官任期、可强制执行的操守规范，以及推动修宪、取消总统等官员的豁免权。拜登25号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向全国发表演说时称，推动最高法院改革是他剩余任期内的首要任务之一，称因为这对民主至关重要。观察指，拜登在仅剩任期内完成此事可能性不大，但此举更大程度上是民主党为选举祭出的一步棋，意在拿特朗普官司缠身说事。而另一方面，据美国政治报网站的消息，针对哈里斯当前的强劲势头，共和党正改变此前的策略，竭力寻找攻击哈里斯的新路线。Kamala Harris i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worst border crisis in this nation's history. 外界还注意到，在过去连续2天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右耳的绷带不见了。26号，特朗普在一场活动上表示，自己恢复得很好，已经把绷带拆下。他还表示将重返此前发生刺杀事件的巴特勒市，但并未透露活动的日程表和细节，也没有确定巴特勒市的活动是否在室外举行。当天，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发表声明，特朗普的右耳在本月13号发生的未遂刺杀事件中确实被一颗子弹击中。华盛顿
邮报此前报道说，美国特勤局希望特朗普停止举行大型户外集会，以影响安全为由，特勤局没有向媒体确认或否认将为特朗普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连任后的首次访美之旅，最后一站选择到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他的老朋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面。在共同面对记者时，特朗普否认了与内塔尼亚胡不和传闻，还公开批评哈里斯此前涉加沙冲突的言论不尊重人。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携妻子萨拉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会面。此行是内塔尼亚胡为期1周的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自2020年特朗普离开白宫后与内塔尼亚胡举行的首次面对面接触。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紧握双手，并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随后，内塔尼亚胡将一幅被哈马斯扣押成人质的以色列儿童的照片交给了特朗普。谈话中，内塔尼亚胡还将特朗普称为总统，而不是前总统。Now held hostage, still held hostage in Gaza, and his grandfather wants me to give it to President Trump. That's right. We'll get that taken care of. 外界认为，内塔尼亚胡前往海湖庄园，希望与这位曾经和未来可能再次当选的总统修补关系，并争取共和党人支持他推进对哈马斯战争的计划。2020年，在内塔尼亚胡祝贺拜登在选举中获胜后，特朗普勃然大怒。他在受访时提及内塔尼亚胡，更直言“去他的”。此后，特朗普就一直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的加沙政策。不过，这次会面时，他们淡化了过去的分歧。当记者提及两人之间的裂痕时，特朗普坚称两人的关系从来都不坏。It was never bad. I would say it was always good. No president has done what I've done for Israel, and we've always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他无法赢得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东将爆发大战，甚至可能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If we don't, you're going to end up with major war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maybe a third world war. You are closer to a third world war right now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You've never been so close because we have incompetent people running our country. 而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则相对克制，他强调以色列和美国没有分歧，同时以色列仍然希望达成停火协议。We're trying to get one, and I think to the extent that Hamas understands that there's no daylight betwee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expedites the deal, and I would hope that those comments don't change that. 美国《华尔街邮报》分析称，时逢拜登退选，哈里斯有望接棒之境。内塔尼亚胡此访被迫采取微妙的政治平衡。以色列官员指出，内塔尼亚胡需要与还有6个月任期的拜登政府建立牢固的关系，但他也希望与特朗普搞好关系，无论是为了他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前途，还是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做准备。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白宫进行了一场双边会谈。在会面后的记者会上，哈里斯表态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同时强调不能对加沙平民遭受的痛苦视而不见，希望双方尽快达成停火协议，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I also expressed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my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e scale of human suffering in Gaza. 而特朗普则借机向哈里斯发出指责，称犹太选民都不应投票给哈里斯。She's really a destroyer. She doesn't know how to build, and I think her remarks were disrespectful. They weren't very nice pertaining to Israel. I actually don't know how a person who's Jewish can vote for her. 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的同一天，特朗普还预告了自己将重返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参加一场集会，但没有透露具体时间。半个月前，特朗普在该地的竞选集会现场发表演讲时遭遇枪击，轰动世界。
而有关特朗普的受伤，外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接受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质询时表示，他不确定打伤特朗普的是一发子弹还是某种弹片。With respect to former President Trump, there's some question about whether or not it's a bullet or shrapnel that hit his ear. 当地时间7月26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表声明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右耳确实被一颗子弹击中。另一方面，在特朗普遇刺后，他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如外界预期那样大。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目前特朗普的竞选支持率为49%，哈里斯则为47%，误差幅度为3个百分点，显示出势均力敌。而该报本月早些时候的一项民调显示，特朗普以48%对42%的优势领先于现任总统拜登。报道称，哈里斯新争取到的民意主要来自民主党联盟中对拜登不满的部分人士。而在几个可能决定选举最终结果的关键摇摆州，两人的支持率也非常接近。据美国选举网站汇总的数据，截至24号，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分别领先哈里斯0.7%、1%和3%。与此同时，特朗普的竞选搭档曼斯却正陷入换人风波。继前2天玩梗翻车后，即在2021年竞选参议员时发表的一段视频，近日也被曝光，招致各方不满。万斯当时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点名哈里斯、现任交通部长布蒂吉格等人，指整个民主党的未来都掌握在这些没有孩子的人手上。事实上，哈里斯有2个继子女，为其丈夫和他第一任妻子所生。孩子生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10多年来，哈里斯一直与道格和我一起抚养孩子。他说，很感激他作为其中的一员。哈里斯的继女艾拉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你有像科尔、哈里斯继子和我这样可爱的孩子时，怎么能叫没有孩子呢？而另一位被万斯点名的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则在2021年领养了2个孩子。他告诉美媒，不应该谈论别人家的孩子。对此，万斯26号紧急灭火，称自己的言论并非要批评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孩子的人，相反，他是在批评民主党变得反家庭和反儿童。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就指出，用没有亲生孩子攻击哈里斯，暴露了万斯的无知。Now, women who have cats and no kids are hitting back. Even Jennifer Aniston is offended. In a rare political statement she posted, "I truly can't believe that this is coming from a potential VP of the United States." 反观哈里斯，过去1周，其竞选团队正抓紧时间布局选战，动作连连。当地时间7月25号，哈里斯宣布正式入驻 TikTok 为竞选造势。首条时长约8秒的视频发布6小时后，观看量已达580万次。哈里斯的粉丝也超过110万。美媒称，这个亮眼的成绩令拜登相形见绌。Well, I've heard that recently I've been on the For You page, so I thought I'd get on here myself. 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老挝万象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媒透露说，会谈持续了1小时20分钟，远超预期。美国务院次日发布消息稿，形容讨论开放且富有成效。中美重点谈及台海问题。台湾问题是王毅这次老挝行的一个重点议程。根据外交部官宣，27号在出席东亚峰会外长会时，王毅严厉驳斥个别国家就台海稳定表达所谓关切，强调台湾问题100%是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插手，应切实履行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王毅特别点名美国，指出当前危害台海局势的最大挑战来自岛内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扰破坏，尤其是美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各国应共同予以坚决反对。想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就应支持中方的正当立场，坚决反对一切台独行径。同日在会见布林肯时，针对台湾问题，王毅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过去不是，将来更不会是一个国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势力每挑衅一次，我们必会反制一次，不断压缩台独空间，朝着实现完全统一的目标努力。根据美方发布的消息稿，
布林肯宣称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务院官员还通过美媒放风称，布林肯对中方在台海的动作表达了关切。这名官员表示，在中美外长的每一次讨论中，台海局势都是最受关注的话题。此前，由于美国持续对台军售，中方决定暂停与美方商谈，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但外界注意到，此次中美外长都提到了两军沟通的重要性，但并未谈及是否重启相关对话。在南海议题上，美方的态度则有所缓和。布林肯宣称欢迎中方同菲方就仁爱礁达成的临时性安排，但他话锋一转，再次挑拨离间，宣称对中方在南海的行动表示关切，还重申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表示，当前中美关系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双方在台海、南海以及乌克兰危机上的分歧都将导致关系进一步紧张。外界注意到，美国务院对这次中美外长会谈评价较为积极，形容讨论公开且富有成效。路透社报道称，会谈持续1小时20分钟，这也是自去年6月布林肯实现其任内首次访华后与王毅的第6次会面，也体现了中美关系进一步止跌企稳。如今，美国内正面临大选，副总统哈里斯已经接棒总统拜登，有望代表民主党与前总统特朗普角逐总统之位。美媒提到，就拜登政府立场与中方进行沟通，正是这次布林肯向中方传达的重点内容。这也是拜登退选后，美国高级外交官首次与中方对话。此前，拜登已经就余下的约6个月任期进行了部署，意在留下政治遗产。但外界认为，如果不能获得主要大国的支持，拜登很可能无法留下属于自己的政治遗产。据报道，布林肯这次重点强调了哈里斯的接棒参选。他对王毅表示，拜登以及哈里斯都认为中美关系稳定至关重要。美联社指，在与中国打交道上，哈里斯有一定经验。2022年，哈里斯还与中国元首在曼谷见过面。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布林肯此番表态实际上也有向盟友以及国内选民传达信息之意。这个会面呢，应该是还是很关键的一个时期。我注意到呢，用的词叫做应约。现在刚刚好是这个中国的3中全会刚结束，所以中国政府党和政府呢有了新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外交政策，包括我们的国家建设的一些政策的一些重大的一些表述。所以美方呢需要在这个重要的3中全会之后来了解中国的这个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对目前中美关系的定性。王毅对布林肯表示，过去3个月，双方外交、财经、执法、气变团队以及两军保持沟通，两国民间往来也在增加。但必须指出，美方对华遏制打压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中美关系面临的风险仍在积聚，挑战也在上升。美方坚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总以自己的霸权逻辑镜向中国。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想变成美国。中国共产党20届3中全会通过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定。希望美方从这个决定中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不要用霸权来镜向中国。首先，第一呢，说明美方是一种采取霸权的行为，就对美国的这个行为呢做出了一种指责。同时呢，告诉美国，你不要以你的逻辑、你的形象来像镜子一样来反射中国，以为中国也是霸权，以为中国也会搞像美国式的这么一种行动。所以告诉美方，你应该准确的判断、准确的了解、认知中国。实际上，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对华遏制方面的政策，比起特朗普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1周前，拜登政府被爆出正在施压盟友，进一步收紧对华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但由于拜登任期所剩不多，目前日本和荷兰方面都没有积极回应美方的长臂管辖。中国元首去年访问美国旧金山时，曾做出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的论断。实际上，去年底以来，美国民间团体不断掀起访华热潮，积极回应中方主张。就在5天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很快，中国贸促会宣布，应美国商会和美中贸委会邀请，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将率领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回访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官也不断向美国社会阐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27号，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旧金山湾区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研讨会上指出，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带来3点启示：第一，敌对必然双输；第二，分歧并不可怕；第三，脱钩死路不通，合作才是实现共赢的正确选择。无论是台海、南海，还有中美间的一些经贸关系，包括我们的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等等，都受到了美方的打压而倒退了。我们要明确地表明我们所认知到的这些态度、这些问题。那么，希望美方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而真的采取切实的措施来稳定中美关系。
需要警惕的是，布林肯此次来亚洲的主要行程是对6个国家展开访问。拜登政府还剩半年的执政任期，布林肯此行也被认为是他的毕业旅行。在与王毅会面后，布林肯将前往日本，预计28号与日本外相上川阳子举行会谈。他透露，期间将与日方讨论台海局势，重申所谓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布林肯访日的重头戏是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一起，同上川阳子以及日本防相木原忍一起举行美日2+2安全会谈。美方称，此举旨在重申两国在拜登总统退出总统竞选后的联盟关系。新加坡联合早报指，会谈将首次涉及延伸威慑，也就是美国承诺使用核力量来遏阻对盟友的攻击。外界注意到，围绕延伸威慑，日美两国政府2010年建立了工作层面的协商机制，定期交换意见。两国的目标是在年内出台关于延伸威慑的首份联合文件，其中将阐明美国坚定不移捍卫日本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报道称，美国将历史性改组驻日军事力量，驻日美军将重组为联合部队总部，向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汇报，目的是增强美日之间的互操作性。依照安排，美日印澳4边机制外长会也将同期举行，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在新德里举行的峰会做准备。这一对话机制被拜登视为拉拢盟友以求遏制中国的重要部署，但过去几年中成效不佳。这场峰会原本定于今年1月在印度举行，但由于拜登单方面放鸽子，峰会被无限期推迟。近日有消息称，印度方面希望在美国大选后再重启峰会，因为拜登的任期仅剩6个月，盟友很难对拜登政府做出的承诺的有效性做出准确判断。实际上，布林肯和奥斯汀这次还有一场与菲律宾的2+2会谈，这也是这一机制会议首次在菲律宾举办。据悉，南海议题将是讨论的重点，并将重申所谓共同应对中国挑战。观察认为，这显示美方有意加大打菲律宾牌。但同样的问题是，美国内政治正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也让菲方充满疑虑。近日，菲方同意在中方的检查后，向座滩军舰运输生活物资，符合此前的临时安排说明。这本身就显示了菲方的态度。因此，布林肯和奥斯汀两人的这场环中国的毕业之旅究竟能起多大效果，仍然有待观察。尤其是特朗普，他是上台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几率在增加。那么这样的话，导致美国的一些盟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周边的这些国家，就是怎么样在对待中国的态度，怎么样处理中美关系。那么实际上他们有了一些模糊，有了一些不确定。所以我想，现在的美国这些盟国到底会跟着美国走到什么程度？实际上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会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